他把一大袋糖豆推给了坐在对面的老大哥。可刚服完8年刑期的比尔显然有些抗拒。而在感受到比尔的情绪后，特里立刻送给了比尔第2份大礼。面对腼腆的比尔，女人也表现得十分拘谨和内向。几天前，比尔才从蹲了8年的监狱释放，因为是个重刑犯，所以他被关在了很远的地方。而因为没什么地方可去，刚到小镇的比尔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儿子的声音显然让比尔有些不知所措。可由于8年没见，加上实在想看看2个孩子现在的样子，没什么钱的比尔选择徒步走回印象中的公寓。可就在比尔敲响房门时，大儿子迪恩却显得格外紧张。原来由于没有监护人，一旦被外人知道2人独自居住在这里，他们会立刻被送到儿童福利机构。所以即便比尔一遍遍询问是否有人，可他已经离开了8年，孩子们早就忘了他的声音。比尔只能友好地向邻居询问着。 Do you know they still live there with a woman and 2 kids? I don't know nothing. Flat is empty. Now fuck you. 听着邻居这么说，他只能先离开。比尔想着先去酒吧看看，却被路上的2个混混看到。混混一眼就认出了比尔，毕竟当年狂人比尔的名号道上的人都知道。他立刻把比尔出狱的消息告诉了特里，而比尔也在酒吧见到了唯一的朋友老酒保。酒保告诉比尔，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的妻子，而为了混口饭吃，15岁的迪恩早早的就辍了学，不仅要照顾不怎么学好的弟弟，还要在工地上搬砖养家。显然，在比尔不在的8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Right, what the fuck you doing in my bozo? 虽然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可比尔还是感受到了挑衅之意。Wild Bill. It's mate too. 特里自报家门，比尔这才想起入狱时还是个小混混的特里。8年了，特里早已不是那个打杂的小混混，而他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拉比尔入伙。毕竟当年狂人比尔得名号，他是知道的。为了表达足够的善意，他特意送给了老大哥1包糖豆。可人到中年的比尔也想着好好做人，他已经联系了苏格兰有警的朋友。而在感受到比尔的拒绝之意后，特里立刻送上了第2份大礼。显然，这个大礼比糖豆更吸引比尔。而也就在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迪恩和弟弟。迪恩本想像往常一样假装家里没人，可对方这次敲个没完没了，迪恩只能硬着头皮拉开了门。 Someone tell me what is going on. 可迪恩根本不认识这3个人。 That is your old man. He's a fucking legend. 看着喝得醉醺醺的比尔，迪恩有些无语。第2天一早，等到比尔醒来，看着8年没见的儿子，他心情有些不错。可2个孩子对他却没什么感情，甚至小儿子吉米都没见过他这个消失8年的父亲。可能是出于愧疚，也可能是想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职责。比尔想着给2个儿子点零花钱。I'll give you some dough towards it. Don't worry. You already did. 虽然迪恩表现得十分冷漠，可比尔还是想知道妻子去哪里了。 Where is she? 通过吉米，比尔得知妻子早就和别人跑了，已经失踪了2年。 She just left you. What, and you didn't? Yeah, hold on. I didn't have no choice. It's not what she said. Bitch. 听着比尔这么说自己的母亲，迪恩立刻愤怒了起来。 She ain't a very good mum, is she? What do you know about it, eh? What do you know about anything? 母亲走的时候征求过他和弟弟的意见，他们不想离开家乡，所以选择独自留了下来。 We're not interested in what you think. You are nothing to us. Get what you need and go. I don't want to see you when I get back. Come on. 被儿子赶出来后，比尔例行到警局向贾士官报道。通过闲聊，贾士官才得知迪恩和吉米2人独自生活。 Well, they're children. No, Dean's like he's very grown up for his age. You know what I mean? I am going to have to inform Child Services about this. They need to look into it. Right. You do realise what this means, don't you? Yeah. Yeah, they'll need looking after. Kids don't get what they get, though. You know that. They're better off with their parents. Oh, don't stick it on me. I can't look after him. My pal's waiting for me in Scotland. It's all organised. Bill, you're their dad. I don't really know him. 为了不去福利院，迪恩和弟弟像老鼠一样躲了2年。可如今，比尔却主动向警方坦言了2个孩子的现状。反观比尔，不仅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反而计划着去苏格兰和朋友会合。迪恩和吉米怎么生活，他才不关心。毕竟过去的8年没有他2个孩子活得也不错。迪恩让比尔先想办法打发走儿童福利机构的人。 I don't think I can, son. No? Then I'm going to tell the old Bill that you're dealing. Don't be stupid. I've got your coke. Right, well, you better give me that back now. No. I'm going to grass on you. Just like you grassed on us. And they will bang you up again, Bill. I ain't going back to prison. Yeah? And we ain't going into care. 也就是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来的人正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面对询问，比尔一反常态，表现得十分关心儿子们的生活。而除了要打扫一下住处的卫生外，工作人员对比尔一家的现状评价相当不错。他们认为有比尔的照顾，2个孩子不需要去福利院，而为了保障孩子们的权益，他们会定期回访。也正因如此，迪恩不得不同意比尔暂时搬进公寓。而比尔唯一的工作就是接送吉米上学。他在学校门口见到了十分吃惊的班主任，毕竟自打吉米上学，除了迪恩，他们就没见过吉米的家长。可比尔想着完成了工作，急着出去喝酒，却被老师叫住。吉米糟糕的表现让他想和比尔聊聊。 Where were you, James? He was with me all afternoon. Really? Yeah.
Just told you, he was with me all afternoon. We went to see his nan. She's not well. My nana's going to heaven. So I will be expecting that visit. I'll see you soon. 老师自然能看出比尔是在帮儿子开脱，他只能悻悻地离开。可老师担心的没错，吉米每天都会逃课，和校霸小胖厮混在一起。更糟糕的是，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小胖的引荐下，吉米加入了特里的团队。与此同时，特里带着比尔见了老大格伦。可在认出比尔后，格伦立刻提醒了特里，千万别小看比尔，毕竟8年前他的名声都不如比尔。可显然，特里并没有把老大的话放在心上，他催促比尔尽快入伙，把那袋糖豆卖出去。就在比尔为难之时，门外走进2名警察。而在发现比尔坐在特里对面时，警察友好的上前打着招呼。他了解比尔，知道他只是无法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本性并不坏，所以在象征性的警告后便赶走了比尔。I don't want to see you there again. Thanks, mate. Look, yeah, mate. Oh, look, there's your bus. 在意识到特里不会放过自己后，比尔开始翻箱倒柜的凑去苏格兰的路费。一番折腾后，他只在衣服口袋找到了50块。路费凑不够，他又发现了卫生间那个脏兮兮的马桶。机构的人说过，如果不改善居住环境，他们会依法剥夺比尔的监护人身份。比尔一边为以后做着打算，一边翻开了桌子上的相册。他发现这8年他错过了太多，他突然有种不想去苏格兰打工的想法。比尔想先找个工作，可每个老板都介意他的前科，根本没人愿意聘用他。找不到工作，他就开始收拾房间打发时间。等到吉米放学回家，他就陪儿子朝楼下扔纸飞机。可能是从小便没有父亲的陪伴，吉米非常喜欢这种幼稚的游戏。等迪恩回到家，看到高兴的父亲和弟弟，迪恩对比尔的看法也开始转变。而就在这天，吉米回到家，竟然发现比尔做起了晚饭。不仅如此，平日里脏兮兮的马桶也变得干净了起来。What's happened to the bog? 比尔很满意现在的状态。Right, come on, grab some. 而在发现迪恩下班回家后，比尔热情地邀请着儿子，可迪恩却显得不是很高兴。而这时吉米告诉他 It's his birthday, isn't it? Yeah. Oh, fuck. 而为了能送给迪恩个生日礼物，比尔在街边当起了临时工，可却被路过的特里撞了个正着。在发现比尔还在镇子上后，特里很生气，因为比尔上次说马上就要去苏格兰而拒绝了他的邀请，加上比尔曾经打伤过特里的哥哥，所以特里给比尔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加入就尽快在镇子上消失。不仅如此，特里还拦住了路过的迪恩，当着迪恩的面嘲讽比尔。 What's your dad do? He's a fucking signpost. 可比尔很好的控制了情绪，他没有发怒，而迪恩也没有嫌弃比尔。 Sit on. 由于没有给孩子送礼物的经验，拿到日结工资的比尔还是打算买些原料，亲手给儿子做个蛋糕。恰好在超市遇到了罗克西，虽然只见过一面，可毕竟有过深度交流，所以两人很快就熟络起来。而在得知比尔想给15岁的迪恩做生日蛋糕时，罗克西非常吃惊。而鉴于比尔上次良好的表现，罗克西十分愿意帮比尔准备给迪恩的礼物。等到迪恩回到家，比尔连忙表示着给他准备了个小礼物。迪恩也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比尔竟然记得他的生日。可就在迪恩打开门后 Come in. I won't buy. 迪恩对这个小礼物显然有些意外。 Oh no, I want t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Exactly, that's why we're going for a walk. Grab your coat, bring your donut. 为了不打扰迪恩，比尔想带吉米出去转转，可迪恩却气冲冲地冲了出来。 Why, what's the problem? Are you mad or something? You got a prospect. Have sex with me out of mum's bed. Well, they was all out of action, man. 而就在迪恩打开门想让罗克西离开时，却撞见了恰好来家访的机构的工作人员。而在简单的巡视后，工作人员非常满意。可就在转到迪恩的房间时，却被慌张的比尔拦了下来。 That's Dean's bedroom. Take a look. Well, I don't mind, but he might be a little bit uncomfortable with it. You know what teenage boys are like. 看着不好意思的迪恩，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可在离开前，他询问着刚刚父子两人争吵什么。 Oh, that Dean didn't really like his birthday present. Oh no, what was that? An old bike. 比尔还在做着日结的工作，迪恩看到街口的比尔也会默默地放上一杯热咖啡。而作为一名洗心革面的父亲，比尔也开始主动找到老师了解着吉米的近况。虽然赚的不多，可他很喜欢现在的状态，这种日子让他满足而舒服。可就在这晚打算去送货的吉米和小胖突然被巡逻的警察拦住，而由于小胖在镇上的风评并不好，警察自然要多聊几句。可这却吓坏了吉米，他立刻把包里的糖豆都丢进了下水道里。第二天，特里的小弟就抓到了吉米，特里损失了一大笔钱，他很生气。吉米不知如何是好，他找到哥哥，可迪恩忙着和女友约会，并没有时间管他。吉米一路跟着迪恩来到了艾玛的家。就在迪恩和艾玛进入状态时，吉米盯上了放在厨房的钱罐子。吉米拿走了里面的全部现金，但这点钱根本不够补偿特里的。特里开始恐吓吉米 You work off what you owe, or I'll come round your drum and burn you and your whole family while you're sleeping. Yeah, sound fair? Now piss off. 而由于看不惯特里等人吓唬孩子，罗克西当场被打了一个耳光。 Somewhere to fuck off. 无处可去的罗克西找上了比尔。当迪恩回到家后，看到脸上有伤的罗克西，他同意对方在这里暂住一晚。而虽然比尔发现了吉米心事重重，可他却什么都不肯说。而发现钱丢了的艾玛也找到了迪恩。Oi, Dean. Oi.
Where's my money? 由于前一晚只有迪恩来过家里，又因为父亲比尔有前科，所以艾玛认为肯定是迪恩偷了他的钱，而迪恩已经猜到很可能是一直跟着自己的吉米干的。在得知此事后，罗克西这才想到吉米给特里的钱是他偷的，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比尔。比尔这才得知，为了降低送货风险，特里竟然教唆未成年人为他干活。而由于比尔的良好表现经过评估，机构认为他有能力照顾好2个儿子，并且他也因此获得了这间公寓的免费居住权。比尔非常高兴，由于没什么文化，他结结巴巴的给罗克西念着协议上条款。 Lodge, clothes, and education. 可却被迪恩一把抢了过去，他把糖豆甩给了比尔。 You can leave that. Yeah? Let's go on in. 如今他们已经拿到了居住权，迪恩自然要赶走比尔。比尔没有和迪恩争论，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必须尽快找到吉米。 It's Jimmy. All right, Wild Bill. Oh, what the? Do you want some? Don't give a damn, so fuck off. What? No need to be hostile. Don't let me ask you again. Where's my son? All right, Blake. Hey, you! 吉米看到父亲后立刻扭脖子。比尔警告对方，吉米欠的钱他会想办法。如果再看到他们缠着吉米，就扭断他们的脖子。等到比尔在楼顶抓到吉米，他没有责备吉米，只是把自己在监狱不堪的8年经历告诉了儿子。他不希望儿子们像他一样，这也是他现在在尝试改变的原因，并且他告诉吉米，这次他会帮他解决。不过凡事都要付出代价，而有些代价可能是无法承受的。接着，比尔带着吉米找到艾玛的家，把吉米偷走的钱还了回来。 I kinda nicked your money. You kinda nicked it. I nicked your money. And? And I'm sorry. Right. Listen, if it's short, let me know and I'll give you the rest. You took this. He's had a few problems, but we're sorting them out. Don't hold it against him. It's my fault, really. If anyone's to blame, it's me. How's Dean? Yeah, he's all right. Just hope he don't murder his little brother. Does he hate me now? Oh, yeah. Got passion. 得知迪恩是被冤枉的后，艾玛立刻来到公寓向迪恩道歉。 Hiya. What do you want? Right, why don't you two have a chat? We'll go and get some Chinese. Come. Really? Yeah, come. Thanks, Bill. That's all right. 而就在比尔在等罗克西和吉米时，特里的小跟班过来传话，特里邀约比尔在酒吧见面。而由于比尔的名号太过吓人，特里这次叫上了所有小弟。 You do that. Go on, run along, little man. Suck my dick, baby.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What did he want? Shooting. 比尔没有为明天的见面做什么准备，他和家人共聚晚餐。8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这也是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有了作为父亲的幸福感。比尔微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切，而他也尝试着改变孩子们的习惯。 Come on, lights out now, Jim. Fucking hell. Oi, language. Nice, son. My dad. 也会和迪恩道上一句晚安。 Yeah. 比尔坐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才融入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可明天过后他可能又要选择离开。罗克西提醒比尔，特里肯定会全力以赴，可让比尔没想到的是，特里为了万无一失，竟然带了一把枪。天已经蒙蒙亮，比尔一夜没睡，他早早的就出了门，而特里也在酒吧内安排好了一切。比尔自然知道酒吧里的人都是特里的手下，他把之前特里给他的糖豆还了回去，并且表示希望特里能放过自己的儿子。 Just want to sort this Jimmy business out. Keeps doing one to the long grass. Blood. He's a kid. He's a cunt. Look, you got your money, you got your gear. Just drop your son out of it now, yeah? He's retired, all right? Sure. He's as good as dead to me. 而面对特里的嘲讽，比尔没有像8年前一样发狂，为了家里的2个孩子，他选择了忍耐。 So it's sorted, yeah? Go and drink your pop, Billy. You're boring me. 可等到比尔在吧台准备喝点东西时，特里在一旁仍没有停止侮辱他。这些比尔都能忍，可为了以防万一，比尔还是悄悄地接过了老酒保递过来的短棍。 Yeah, that's right. Fuck with my family. And I'll fuck with yours. 可就在听到特里用家人做威胁时，比尔终于爆发，他立刻掏出袖子中的短棍。比尔没有畏惧，立刻和对方扭打在一起。可毕竟对方人多势众，早有准备，加上比尔已经老，没几下就落了下风，被对方按在地上围殴。但经验丰富的比尔还是找准时机撂到了特里，并且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腿。 Climb my fucking leg! Get him off me! Right. 比尔的疯狂让特里觉得自己在小弟面前丢了面子，他想要找回场子，可却发现根本不是比尔的对手。而在发现比尔渐渐失控后，小弟们开始选择逃离酒吧，而特里也趁乱回到车上拿到了手枪。此时酒吧内比尔还在教训混混们。比尔没想到对方真的有枪，就在他不知所措时，老酒保一棍子打翻了特里。
比尔一拳拳地打在特里的脸上，直到特里没了意识。比尔冲出酒吧，却在门口遇到了吉米。吉米担心父亲，就跟了上来。他用清水帮比尔清洗了手上的伤口。可就在比尔走到楼下时，一直暗中监视比尔的警察却冲了出来。由于比尔特殊的身份，他们一直在周围蹲守。此时楼上的迪恩也发现了父亲被抓，看着冲下来的迪恩，比尔也向罗克西拜托着。 Look up for me, Rox. Of course. Behave yourself, you. Hang on. You're coming over, ain't you? Yeah, of course I am. As soon as I get out. Here, you know where we are. We're done. 迪恩告诉比尔，他们都等他回来。而比尔看着车外的2个孩子，他也和警察闲聊了起来。 Hey, mate, you got kids? 2 girls. It's good, isn't it? Most. See that blonde boy there? That's my son, that is. And the little one. They're my boys. I'm their dad. 等到车子开动，比尔终于流下了泪水。 I still love you, baby. Don't you cry tonight.